死者叫温小婉，24岁，是八仙酒店的秘书。哎，鑫哥，你帮我查一查温小婉接触过什么刑杀人员没有？哦，哎，新墨西哥的黑帮分子一般经常会杀掉对方的帮派成员，然后呢，在死者身上写一行字，用来挑衅。再帮我看一下电梯这个监控什么时候关的？好。如果真的是帮派争端的话，一般都会用墨汁在死者身上纹一些挑衅的话，而不是用普通的笔写呀。这样的字迹很容易被血液啊、分泌物啊等现场情况所破坏啊。如果真是想传递一些挑衅的话，那也太随意了吧？头上的伤口呢，不像是被利器割的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勒的。啊？电梯顶部没有悬挂重物的痕迹，也没有铁丝。这电梯里边现血液痕迹啊，血液喷溅出来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物。当时电梯里边应该只有他一个人。去监控室，这个案子不简单。从监控资料看，温小婉的死亡就发生在这10分钟之内。哎，电梯内的监控呢？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呢。案发时你们都在哪儿啊？在值班室啊。谁能证明？民警警官不是问过了吗？我们昨天晚上12点真在保安室喝酒呢。你不信你看那个监控。是啊。确实是。那3分钟内各个楼层有出入的吗？我反复确认过，没有。特别棒，终于碰到一次真正的密室杀人了。电梯杀人是密室杀人的一个子类型，但是操作难度太大了。目前中国20年没有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。不过电影嘛，倒是有一部叫《电梯里的魔鬼》。别看我，什么都没做。有鬼！站着的，电梯里站着的鬼。什么？尸体怎么可能站着？不可能！完全有可能啊，那叫尸体痉挛。人在临死的时候，肌肉强力收缩，迅速形成尸僵的样子，定格在最后姿势里。你别不信啊，真的，我见过好几种，我见过这种，我见过这样，见过这样，见过这样，好多呢，这种姿势啊。1854年，在克里米亚的巴拉克拉瓦的一场围战当中，有一个士兵呢被炸死之后，还能稳稳地骑在马上。一般只有在战争状态，肌肉高度紧张才会出现尸体痉挛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太难见了。为什么？啊！没事儿，肾上腺素飙得太快了，导致脑供血不足，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们干嘛要吓唬他呢？他是目击者，送他上医院。我们上医院啊。密室杀人的方法呢有8种，我们来一一排除啊。第一种呢就是遗失，从出血量来看，这不可能是遗失。见血的最高点在电梯顶部，必须有血压的情况下才能够见得上去。啊。那么还有第2种方法，就是这儿啊。上来。啊。哎，那是什么呀？
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。啊？蹲下。啊？你总不能让我来吧？青楠。不是忘了从开关了吧？哎，电梯的控制开关可是在底层啊！找到了。啊！靠电梯壁！有轨电梯呢？哎，你们不知道电梯的紧急下降的时候，备用电源会自动启动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俩什么情况？把这个帮我查一下。好的。笑什么呀？死者的伤口在颌下三角，现在只有机械的力量才可以将头撕断。那这个工具呢，就是这条项链。假释是需要验证的。这个假人是特制的，材料高度仿真，就连体重都跟温小满差不多。3、2、1，掉。这个温小婉平时很孤僻，她的手机联络人居然不超过20个。和她联系最频繁的是她的男朋友杨子，每天平均有30个以上的电话。依赖型人格障碍，最头疼了。而这种杀人的手法完全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，他也很有可能是自杀呀。这是他的淘宝记录，3天前还订了一堆吃的，货还没到。如果你是一个吃货，自杀之前你会留下这么大的遗憾吗？我就不会。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脑中的多巴胺分泌不足，可是食物呢又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。哎，我们其中最不容易自杀的就是高斌。如果是自杀的话，他挂上项链，还少了一把椅子。我去查一下监控。要不然你出去会儿吧，我工作的时候不习惯有人看着。我说什么话令你不高兴了吗？哦，还是我忘了低调啊？你是忘了要闭嘴。警官，
你刚才不都查过了吗？还查什么呀1星期以内，酒店所有的监控都在这儿了吗？哎，你很冷吗？是厉鬼，厉鬼来索命了。什么？警官，其实你查了也白查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人杀人，是鬼。古老的诅咒又生效了，现在又一个祭品出现了。祭品？这座酒店是建在一座古墓的上面，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，下面埋的都是尸骨。我们老板为了钱，把人家墓都掘了。哎，现在真是报应啊！哼，真是可笑啊！这个社会了，还有那么多人迷信。哎，报应和命运的必然性，你有论证吗？酒店刚开张的时候就有人跳楼，当时那个死者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，现在变成厉鬼，终于来索命了。有效信息为0。老祖宗说过，阳宅要是建在阴宅的宅基上，则是五鬼六煞之地，里边的住户多半都会横遭恶缘。安静。放松点啊！酒店这个行业呢，我非常理解。大堂经理，嚯，工作很多，责任重大，又辛苦。喝口水，慢慢说。有鬼！酒店里有鬼啊！是啊，我一进来就觉得这里风水不太好。晚上明明走廊没有人，却能听到嗡嗡的说话声、笑声、闹声，还有好几次我值夜班，晚上去上厕所，一出门看到有一个人打着一把黑伞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有一次我都不敢出厕所门，在厕所躲了一宿。那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老板不找人来看看呢？不知道，我要辞职，我要辞职。好，那你辛苦了啊，好好休息2天。如果想到什么了，就告诉我们，好吗？教授，大堂经理那边有什么线索了？就4个字，酒店有鬼。我倒是找到了一个鬼，老色鬼。老色鬼。我已经调查了，杨子有3天没有上班了，但是有人在6公里以外的酒吧街看到过他。那找人查一下，到底昨天晚上11点到1点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能够证明杨子不在酒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查。苏梅，这个酒店老板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王金来，他人呢？还在找。哎，医生，里面好了没？你看病吗？我不看病，我是说里面的病人。病人早走了呀？啊？人呢？喂，他不见了。啊！喂！停车！是，快点！这是一变态，他追着我。
我车费全双倍。司机开门！走啊，师傅！哎，别给他看，师傅，我是警察。他骗人的，师傅，您快走啊！这是他的耳钉，你看。朱姐，你们俩玩呢？我没有，师傅，你别信他。啊！这事儿你知道吗？这事儿我一个打工的怎么会知道？你在这个酒店里已经干了4、5年了，人又挺机灵的，老板的行为举止你多少应该知道一点吧？温小婉，我只知道她跟酒店的主厨杨子原本是男女朋友，但是前几天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具体的分手原因跟王总有关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这条项链你见过吗？是不是去年温小婉过生日，杨子送给她的吗？你一晚上多少钱？神经病！自带工具，果然敬业啊！就凭这个，就说我杀人了？我检查了死者的尸体，发现他背后的鞭痕很专业。干多久了7年。什么死者？谁死了？王金来，你昨天晚上的客人。我走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睡觉呢。我干嘛要杀他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你又不是新人，这是老客户，为什么要仙人跳呢？兜里的钱不值得你铤而走险呢？我确实没杀他。这杯子上面有你的指纹，经检测饮料里面有安眠药，是你在他洗澡的时候放进去的。反正我走的时候，他正打呼噜呢。那天他有点暴力，我心情不爽。我知道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，塞了几片我就走了。啊，捆绑，那是他要求的。我其他姐妹都能证明，他的习惯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梁教授，打断一下，好像确实不对。我记得尸检报告上说，王金来的死亡时间是凌晨3点，他好像12点就发现了温小婉的尸体了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徒弟都知道。他年轻，不懂事儿，在房间里杀人有很多种方法。3个小时以后再让他死亡，其实也不难。我都说了，我没有杀人。教授，杨子找到了，但是他喝得很醉，请再问吗？问。画龙找到他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，据说已经3天了。看来是真醉了。哎，你的酒。这啥呀？不是，你谁呀？温小婉死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有不在场证明吗？你说什么？小婉，她怎么了？她死了。都是他，都是他害的。
几个房间，空调都漏水，你在这上面捣鼓什么呢？哦，快点啊！你谁呀？你好，我是警察，打扰一下。我没犯法。我知道。哎，我问您一下，您昨晚有没有听见隔壁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啊？昨晚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哎，我方便进去一下吗？凭什么呀？这是我房间，我有隐私权的。你等会儿。没事了，打扰了。喂，温小婉家找到了。这就是小婉住的房。稍等，有可能是跳闸了。你倒是挺熟悉的呀。2年了，能不熟悉吗？小婉胆子小，每次跳闸都会打电话让我过来。请听。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，小婉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她的酒店。我怕她继续纠缠我，就应付跟她说等会儿过去，然后继续喝我的酒。没想到她可能是在向我求救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还说：“记住我。”这个玻璃本来就是碎的。对，我砸的。温小婉是养狐仙是吧？小婉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迷信了。1个月工资不过3000多块钱，她拿出2000块钱去网上报星座塔罗学习班，甚至花大价钱买了这个玩意儿，说什么养狐仙。这上面摆的东西都是给狐狸吃的。对。还有活鸡，有时候他会半夜起来杀鸡取血，说什么狐仙饿了，又托梦给他。我是爱他的，可是你能忍受你女朋友每天晚上双手血淋淋走在家里游荡吗？我向他提了好几次分手，他甚至跪下来求我别走。可是最后他还是不愿意把这玩意儿扔掉，说怕遭报应。来啊，报复我！你玻璃是我砸的，你肉身是我瘫痪的，来报复我呀！你知道小婉一直求的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想要什么，就靠自己争取好了。求这死狐狸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服侍爱情鸟，它一直以来求的都是你们的爱情。你好，怎么了？能不能帮我再开一下149的门？
这间房间的空调你不是已经修过了吗？我是警察。啊。目前看来，杨子和钟贤都没有杀人动机。要是从他们两个感情关系来看，这个温小婉很有可能是自杀。那温小婉手臂上那一行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我问过杨子了，他也不知道这个老地方指的是哪里。12点到凌晨4点之间，有谁进过王金来的房间吗？14楼的监控一直都是开着的，我也确认过了，没有人进去。难道真的是密室杀人？是密室，但不是杀人。哎，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啊。那，王金来住在酒店的情趣套房，但是他很幸运又很不幸的是，他隔壁住了一个偷歌成瘾的家伙，在他屋子里安了摄像头，帮我们拍了这段视频。摄像头对着床，果然看见王金来被钟贤绑在床上，穿着女装挣扎。接下来，钟贤走了。老板，脖子上的铆钉扎破了水枕头，由于他面朝下被绑着，鼻子很快就陷进了水里。我明白了。扯了。而且王金来如果不是被杀的话，温小婉自杀的可能性就很大。但是2个人在同一天都以这么奇怪的方式死于非命，这也太巧了吧？宇宙的诞生本来就是一个巧合，它是由无数个亚原子离子、无数次撞击产生的。哎，你们不信啊？还有椅子的问题，温小婉到底是怎么把项链挂在横梁上的？这个视频一看就是突然中断的，这不是自然老化现象，这是人为破坏的。破坏监控有很多种方式，但是我没见过这么笨的。是啊，干个坏事儿还能把手划伤了。真晦气，这样子啊，肯定被女鬼缠上。走走走。DNA 检验报告出来了，血液确实是魏小婉本人的。那监控就是他自己剪断的。可是也并不能证明是他自杀呀。一个生活当中只有男朋友的女人分手了，她为了让她的男朋友永远记住她，就在她男朋友每天都会经过的电梯里自杀了。
这样的动机还不够充分吗？是不是以为杨子会来，所以故意把自杀现场弄得跟犯罪现场一样？是合理的假设，假设是需要验证的，而动机呢，不能成为证据。这不是证据吗？报长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有证据证明温小婉有自杀的计划，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她做了什么。对。喂，救命！什么情况？你在哪里？据报案的人说，现场的门是反锁的，而且半地下结构的厨房窗子非常窄，根本爬不出去。所以说，杨子应该也是自杀的。哎，你自杀之前会给警察打电话喊救命吗？别太早下结论，说不定真是密室杀人呢。煤气管道断口异常的平整，应该是人为剪断的。哎，他在干嘛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正在判断死者与爆心的位置关系。爆炸的时候，死者是背对爆炸物的。这你都能看出来？来，高老师给你做个科普啊。这爆炸的时候呢，会产生强光，人啊会下意识的紧闭双眼，所以褶皱的皮肤是不会被火烧到的。所以，面对爆炸物的鼻根部、眉间，还有在眼眶周围呢，就会有顺着皮肤纹理的细纹，但是他没有。死者如果是自己点的火，他不可能背对爆心啊，除非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他死后被炸，二是别人点的火。但如果是别人点的火的话，煤气的爆炸速度那么快，现场怎么没有其他尸体了？你们昨天真的没有人跟他说过话吗？杨子都被女鬼缠身了，这谁还敢跟他说话？这也太晦气了吧！是啊，现在他不就被女鬼招过去了吗？那你们当中，谁是昨天最后一个见到杨子的？是我。以我们刑侦学来讲，有一个定理，最后见到死者的，通常都是嫌疑最大的。不关我的事。昨天他在食堂就不对劲了，两只眼睛都没有神了，就像被勾了魂一样。哦，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啊。我也不愿意，谁让我跟温小婉同一间办公室，他又要去收拾温小婉的遗物，哎呀，真是晦气。他帮他收拾遗物，是想好好处理死者身后的事情。那干嘛要自杀呢？你最后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他一进来我马上就出去了。他自己收拾到一半，突然跑出去，可能跑去厨房自杀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收拾到一半，那遗物在哪儿？能确定的是，死者确实是被炸死的。从他胸口的出血量可以判断，他的主动脉弓应该被割断了。这个才是真正杀死杨子的凶器。哎，他不是被炸死的吗？这也算是被炸死的一种。这个碎片被爆炸力抛出去之后，成了一把锋利的刀，割断了死者心脏上最大的一颗动脉。而且你看这个速度，一定是爆炸所致。还有这个出血量，更能证明杨子是被爆炸所伤。不错啊，背得比我还熟。哎，
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自杀之前还在嚼口香糖哎。如果死亡是因为爆炸案，那么这场爆炸就一定不是一个意外。首先，他被打晕，然后凶手制造了爆炸。凶手剪断了煤气管道，接下来的口香糖粘在了灯泡上。厨房的门是反锁的，窗户又爬不上去。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唯一的出口就是传菜口。救命！灯泡烧到了一定温度，再加上它的表面粘着口香糖，灯泡爆炸了。在一个泄满了煤气的空间里面，只要有一点火星，都会引起煤气爆炸。他就是这么死的。口香糖上的 DNA 经过高温灼烧，是不是已经检测不出来了？那肯定检测不出来了。目前我们只能简单的判断凶手的体型偏瘦。以传菜口的斜线对角线为最大参照物来讲，他的臀围应该不超过90公分。那就排查酒店内的所有员工。你为什么会认为是酒店内的员工呢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杨子的死跟温小婉和王金来都没有关系，是吗？他们的死因都已经确凿了，你为什么会认为三者的死是有关联的？其实往往越简单的事情越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越不想发生的事情才最容易发生。小朋友，要不然回去看个电影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我的尸检报告。OK。我帮他调查了监控，这个罪犯要么是足够幸运，要么他就是对监控了如指掌。我觉得后者更靠谱。概率小，不代表不可能发生。可是我还有一个发现，你们想知道吗？看来不是从酒店监控录像里找出来的。我们要感谢1419的偷窥狂，他给了我们不少证据。一般偷窥狂都会有连锁爱好，所以我切入他的电脑，找到了这个。他把监听器安在了窗户旁边，所以天井里的声音全部收进来了。能从敲击的声音里面判别出敲击的材料吗？我不懂声学材料，但是有人懂。死者的后脑曾经被重击过，而凶器呢，应该是个碗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距离这碗肯定碎。陶瓷碗肯定不行嘛。那如果要是金属碗呢？我在死者伤口附近的血液里边找到了很多金属残留，所以有可能是金属碗。我怎么老觉得这个酒店里有人故意逗我们玩啊？死者的帽状结膜大量出血，证明他之前被人拽着头发拖行了一段路程。如果不是复仇，案发现场应该离厨房不远，拖着头发，太费事了吧？还有更奇怪的，死者的眼角膜无缘无故的不见了。眼角膜不见了？要是有人花这么大功夫跟咱们玩啊，我们倒是应该好好的陪他玩玩。
好吃吗？随便吃啊。哎呀，我一直觉得你们酒店的员工呢很奇怪，明明又时尚又年轻，怎么会跟我隔壁那个老太婆一样这么迷信呢？我们老板就挺迷信的呀。对对对，你有没有听说我们老板当初建这栋酒店的时候挖出来一个墓啊？那挖到冥器了吗？哎，大叔，这您都知道啊？原来他发了死人财啊！哎，这你也知道啊？怪不得这个酒店这么邪，原来他是偷了死人的东西，人家不高兴了。他还敢在这里天天待着，他一定是藏了一些护身符啊。有没有好像一些碗呐、金器啊类似的东西啊？聚财碗，专捞偏财，就这个啊，这你也知道，我们老板当初就是从古墓里拿出来这样一个碗。不过听说，自从老板带了这个碗在身边之后，我们酒店啊就开始出现自杀、闹鬼的事儿。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碗扔掉呢？那当然不行啦！你看我们这酒店生意冷冷清清的，不过老板却偏偏莫名其妙的越来越有钱，这不就是那今晚的作用吗？那个碗经常后半夜从天井里传出声音来，话说10多年前跳楼的那个就是从天井跳的，据说冤魂一直藏在酒店里出不去。哦，哎啊，接着吃，接着吃啊！刚刚我用拟声器建了模，这个敲击声与筷子敲铜制碗边的声音有84%的相似度，同时碗里会有水，所以声波会更加复杂。是不是这个？可是呀，我们该交交心了吧？我要判几年啊？那就看你配不配合了。你被抓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搜过你的包，但是我的同事没有想到，你包里这个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酒店里面还有谁有这样的碗？别人要是有，我还费那么大劲干嘛呀？我和王金来那个老变态是有过几次交易，他随身带着这个金碗，有一次他高兴了就告诉我，这碗是几百年的古董。其实这个是仿古镀金的铜碗。不可能，我是亲手从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来的，不可能会错的。除非，是不是你们办公室里有人调包？奇怪啊，是挺奇怪的啊。回字形的楼，风水中说人在井中就难以出人头地。你对这个还有研究啊？这上面写。哎，你快看，这酒店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这么迷信，不可能不知道这大凶大煞的风水布局啊。你傻笑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本书啊，应该叫《笑话大全》。哎，我给你看一条啊，特别有意思。猫头鹰飞过屋顶，屋内必有大凶。怪不得霍格沃兹死了这么多人。你这书哪来的？万象馆的遗物啊。哎，奇怪的是，这本书没有出版字号，也就说明这本书是私自印刷出来的小册子，可能是某个人送给他的。
这个字，啊，这个字我鉴定过，跟温小满手上的字一模一样。那就是说是有人在他的手上写了这几个字。这个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就用这个见鬼使法，把文小满的魂儿勾出来，问问他，啊？还有更奇怪的，他的眼角膜无缘无故的不见了。凶器找到了？没有，凶器不是这个。难道真的被调了包？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了，第一次有人从警方的眼皮底下偷警方的东西啊！死者有没有被剪掉一撮头发？哎，杨子头发有没有被剪？他头上的头发被剪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所谓见鬼使法，第一条，在黑暗中找到一个盛满水的碗，敲。这几天都没有下雨，怎么会有人把烧纸烧到一半又把它浇灭了呢？除非是他一边在烧纸，一边拿着一个盛满水的碗，他在招魂。然后呢？将死人的头发放在枕边。第7条，装上死人的眼角膜。太残忍了。第9条，穿着黑衣服站在一个封闭的空间，打着伞。这个大堂经理提过。第10条，终极见鬼法，死亡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酒店里有人要见鬼。不是粉蒂啊。2005年，八仙酒店自杀是因为破产。破产？包产，八仙酒店又出事了，赶紧走！啊！哎，尸体是在收监听设备的时候发现的，是我报的案。死亡时间基本可以确定了，比杨子晚，应该在凌晨6点钟左右。致命伤就是他额头撞击伤，凶手应该是抓着他的头，狠狠地撞在了这个桌的桌角上面。凶手是撞了很多次才把他撞死的。现场的指纹呢？除了死者的，没有发现其他人的。凶手应该是戴着手套的。他脖子上这个痕迹，应该是被凶手威胁的时候留下来的。一个非常理智的凶手，为什么不一刀捅死他？要这么大费周章？这种杀人方法是有它特殊意义的。我记得1974年，在美国加州的旅店里，曾经有一名妇女吞吃丝巾而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她妇女和情人约会的时候，脖子上系了一条颜色非常奇怪的丝巾，她就会认为情人之所以拒绝她，就是因为这条丝巾，悔恨加羞辱感导致她吞掉丝巾，卡住喉咙，窒息而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木桌子有特殊的意义？
其实我早就觉得这个旅店奇怪了。徐淼，48岁，离异多年，在141酒房住了半年。来 ，Coffee time！ 谢谢。那，你的咖啡。怎么了？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好啊。这4个死者没有任何的关联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不是专业犯罪，现在没有明确的线索。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，凶手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，因为他有招鬼的行为，而且他能够杀死2个正常的男人，一定不是女的，虽然块头有点小。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确定不了啊，没有证据就不可以并案处理。先从死者的人物关系入手看看吧。1419的房门没有被外力破坏的迹象，而死者呢又习惯常年挂着安全栓，就算服务员有房卡也打不开他的门，能让他开门的一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。我去查一下他的通话记录。哎，等等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的。徐淼的通讯记录我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手机在几个月前就欠费停机了，而且我发现他好像没有与外界联系的必要。那他怎么生活啊？这个我问过前台了，他有需要的时候，他都用的是房间的电话，而且基本上打给的是外卖餐厅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一个朋友。也不一定吧。徐淼的房间在酒店的监控死角，而且正对着逃生楼梯，所以说凶手应该是从逃生楼梯上来的，而且深知到酒店的监控布局。我要给你看的不是凶手，而是这个。你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他临死前一天晚上去哪儿了，是吗？不，重点是他每天晚上都一样。这个人有奇特的夜生活习惯。最怪异的是，每层楼层监控都没有拍到过他出电梯，他就像是10点被电梯吞了，早上5点又被吐出来一样。哎，这个电梯怎么坏的这么频繁？地下2层，真相就在这个铁门的背后。你知道开设赌场要判几年吗？真的不关我的事。酒店闹鬼的传说是老板，是王英来让我们散户的。怎么可能？他是老板，干嘛要砸自己的场啊？酒店刚开业，就有人因为赌得倾家荡产，在酒店跳楼自杀了。
老板为了掩盖赌场的秘密，就捏造出古墓的传说，说那个人是被鬼报复的。你戏演的不错嘛，干嘛不去当演员？这些都是王金来教我的。他为了让人相信，还到处显摆他的假古董金碗。那个金碗本来就是假的。是的，我从旧货市场花100块帮他买的。看来他算是死在自己散布的谣言上了。我觉得这群赌客是临时散场的，因为那天温小婉死了，所以他们听到警察来了之后就跑了。但是徐淼却是在18号凌晨死的。徐淼那边一个赌友告诉他了一个新的赌场，他去赌完之后回来立刻被杀了。我觉得凶手一定是他一个特别熟的赌友。嘿，会不会是这个酒店根本就没有闹鬼？那些员工所说的欢歌笑语声，会不会是从这个管道传上去的？还有一个事情特别奇怪，哎，3天没有打扫，会脏到这个程度吗？哎，科长，辛苦了，就这俩。谢谢啊，我不吃这个。啊？这上面很多防腐剂的，影响智力。哎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俩了？是啊。那我换个地方。哎，不用，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好，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可是智商160的天才少年啊！哎呀，全是问题啊！首先，这些死者的之间毫无关系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招鬼的人跟酒店有什么关系。况且他们的死因都很奇怪，温小婉是项链勒掉了脑袋，杨子呢是被炸死的，王金来呢是在床上被淹死的，而徐淼木头抽子磕死。谢谢你啊。什么症啊？这孩子又犯病了。哎，除了你们大堂经理，还有谁能看到这些人的资料？保安也可以，怎么看到呢？因为大堂里有2台可以上网的电脑，但是上网前必须找保安登记身份证资料。酒店员工里边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有个地下赌场？除了我和值班的保安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这里没人，但是2个保安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了。但是他们开机的最后显示位置确实是这个值班室。他就是那个招魂的人，而且招的是他母亲的魂。
找到杀死杨子的凶器了。字迹完全一样，温小婉手臂上的字就是他亲手写的，你看。你在找什么呀？就是这个，上面写的很清楚。五鬼运财大法就是将5个金木水火土不同命运的人，用5行的方法杀死，取其魂魄，炼成小鬼。温小婉命中带金，而酒店老板是水命，杨子为什么会被炸死？因为他命中带火。徐淼五行属木，于是把他推到木桌子上磕死，是吗？他们觉得五鬼集齐了4个，最后1个很快就会回来，所以不会受伤。乙巳年11月15日子时，两水四火两金。乙巳年11月15日子时，两水四火两金。1个金，1个水，2个火，4个土。土啊！糟了，他们有危险！哎，你说我在这真能看见我妈吗？这里是整栋大厦阴气最重的地方。哎，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，裤头？我在这儿。彭保安的手机有信号了，就在八仙酒店。就算这里3天没有人收拾房间，也不可能会积这么多，除非是同一个楼层有人在施工啊。而且这里不止1个出口，否则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经过酒店的监控。房长，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差一个，住手！还差一个。
我的乌龟，我的乌龟！我马上就成为亿万富翁了！是，那天晚上跟他说过一些事情，他不听啊。我承认，那天晚上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运气特别的好。慢。不可能吧！我靠！你摔我了！不可能！快跑！快跑！警察来了！快跑！胖保安告诉你五鬼运财，最后你却把他给杀了。是，我是把他杀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亏待他。我给他找了全中国最好的风水宝藏穴，我要让他的子子孙孙福泽无穷。你真是走火入魔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反正有钱才是王道。我曾经找过一个高人给我算过，他说我这辈子命特别好，晚年能幸福。可是你的晚年很可能都在监狱里面烂掉，更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晚年。哎，郝总，辛苦了，你的明信片到了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不过一直有一个谜底没有被揭晓。温小婉自杀了以后，垃圾箱是怎么和他援助的，对吗？嗯，我的推测是那天啊，他做完公交车回家。见到我妈，一定要帮我把话带给她，就说我在老地方等她，一定。
说你呢，公园已经关门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！随风旋转，寂寞陌生诱惑，黑的陌生，在此刻的空间。在